虽然台股在台积电法说会后的周五闪崩近3000点，但越是恐慌，我们越该冷静检视手头上的个股。今天我们就直球对决，来聊聊这间相对抗跌的6414华汉。你知道吗？周五早盘大盘已经在跳水的时候，人家华汉还一度翻红，冲上415元呢。说真的，虽然最后不敌大盘带赛，中场收在395元，小跌了1.25%，但这底气已经算是非常硬了。我们冷静下来看财务数据，这间公司的扩张速度绝对会让很多想导入 AI 的企业老板看得直流口水。总市值从2024年的1244亿直接翻倍暴增到2026年7月的2430亿，股价还创下8年新高418元。这时候我们就得用最严格的数据控视角来质疑了，这种扩张到底是不是靠过去并购康创、凡轩那样叠出来的虚胖，还是说这是一场真正具备获利能力的有机成长？其实从产业演进的脉络来看，这绝对不是虚胖，而是实打实的肌肉。2018年以后，华汉根本没有进行大型并购，增长全靠自己的本业。摊开财报一看，你可能会问，2025年营收微幅下滑2.8%，来到1422.9亿，这叫好吗？这其实是管理层主动剔除低毛利板卡代工的战略性蹲跳，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结果你看，2026年上半年合并营收直接冲上历史新高853亿。年增率高达23.3%，最猛的是，他们用内部 AI 工具成功让研发人力跟营收成长直接脱钩，这生产力效益真的是极度惊人。既然提到这实打实的有机成长，我们把上半年这853亿的营收拆开来揉碎了看。第二季营收478亿，光是6月单月就扛了177亿，单月年增率飙到了57.5%，三大事业体可以说是全面爆发。这背后代表什么？代表各个板块已经进入了实实在在的变现期。你一定会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软硬整合，能带动这么庞大的现金流？说到这超狂的营收数据，智慧工厂与产物，也就是 MIC 事业群，上半年营收355亿，占了41.6%。这可是结结实实吃到了台美日德全球半导体建厂潮的红利。6月单月营收年增率狂飙121%，订单能见度直接看穿到2029年。再来看工控物联网 IIoT， 上半年营收389亿，这底气从哪来？来自过去5年交付的100万套整机方案，包括25万台 ATM 跟35万台 POS 机。记住一个硬道理，设备越贴近终端，实施边缘 AI 变现的机会就绝对越多。当然，硬体设备铺的再多再广，终究会撞上代工毛利的天花板，所以我们得盯紧他们最关键的转型——智慧软体与方案 ESAAS。现在市场上谁都在喊软体转型，但这不能只流于口号，对吧？官方说，纯软体方案占比已经拉到47%到48%，带动6月营收年增26.6%。但在财务上，所谓的高毛利与客户留存率，到底有没有实质证据？这真的能换成白花花的稳定现金流吗？财报上最真实的护城河证据就藏在这里。虽然官方没有直接亮出具体的 NDR， 也就是净额留存率，但代表长期客户关系的持续性收入正在疯狂增长。最具说服力的财务铁证是什么？是合约负债，这就是预收货款跟订阅金。这个数字从2024年底的152亿元，直接暴增到2025年底的24.2 billion， 也就是242亿元，就等于是提早把未来的长期收益稳稳锁进了保险箱里。有了这24.2亿的合约负债打底，难怪管理阶层敢底气十足地喊出 ESAAS 目标毛利率大于35%。这可不是随便喊的，它有4大支柱在撑。从地端设备内嵌的 AI Agent、轨道交通的资讯安全服务、能源管理的数位孪生，一直到像是新加坡机场清洁机器人 VCM2000 这种机器人级服务。你看懂了吗？这早就不只是在卖硬体了，而是把实体的机器人直接转化成每个月源源不绝的订阅收入。听完华汉怎么用合约负债还有实体 AI 把营收落袋为安，成功从硬体代工转向高毛利的 ESA 订阅制变现，接下来我们要聊聊更好玩更刺激的。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工业电脑龙头研华，还有云端天王宏基思讯吗？这2家在技术布局上跟华汉其实有几分神似。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在 AI 变现的底层逻辑上，这3巨头究竟会上演怎样的数位大脑与实体身躯的顶峰对决。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想持续搞懂这些公司到底在干嘛，赶快先帮我订阅按赞，好戏还在后头。进入产业对决前，身为严格的投资人，
我们必须先拿放大镜检视管理层过去的诚信跟包袱。大家一定记得大客户 NCR Voyix 那个160亿元的超级大单，因为川普关税跟内部变局，硬生生从2025年第3季延迟到2026年第1季才启动。这确实暴露出长周期订单有多脆弱，但老实说，公司展现了极高的风控透明度。他们透过 FOB/EXW 定价，也就是让买方负担运费跟关税风险来自然避险。不仅如此，2025年底还直接提足了17.85亿的应收账款备抵损失，甚至针对长周期专案提列了8.31亿的亏损性合约负债准备。这风控真的是做得很绝。而这种把丑话说在前面，把风险先扛下来的底气，直接反映在2026年大爆发的时机上。延迟的专案重回轨道后，法人预估在产品组合优化和规模经济的推升下，第二季毛利率，你听好了，可望突破22%，创下至少20季的新高，盈利率更有机会站上8%，写下近10年单季最佳。现在满手订单直接冲破2150亿，税后净利年增翻倍 ，EPS 估计超过8元，准备改写单季次高，而且人家还霸气承诺维持60% 以上的稳定配息率。既然底气这么足，我们就来看看这场地端统治权的路线之争。大家都知道工业电脑龙头研华，他们的 YDA 软体框架跟 YStack 私有云生态简直稳如泰山。那华汉凭什么去挑战？关键就在商业模式的差异。研华的强项是标准化组件，追求的是全面通吃，这就像是帮客户盖好一栋坚固的毛坯屋。但华汉的策略是直击市场最痛点，直接提供内嵌 AI Agent 的整机解决方案。说白了，他们是直接把精装屋盖好，连家具都帮你摆好，直接交给客户。虽然这两大巨头盖房子的逻辑完全不同，但在 AI 降本增效这件事上，根本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双方都达成了投机人最爱看的营收暴增、人力不增的脱钩神话。研华是把人力预算增幅直接砍半到只剩3%，而华汉下手更狠、更精准，直接把内部3600名研发工程师里面的25%，也就是整整900位，无痛转型成实体 AI 专才。这种能把内部研发资源极致重组的能力，才是未来维持高毛利的硬核武器。那如果我们把战场拉上云端呢？看看云端天王宏基资讯吃到了微软 Copilot 流量暴增的红利 ，Token 消耗量直接翻了100倍。很多大老板肯定会想，这种纯卖软体的流量财，难道不比做工业电脑好赚太多了吗？其实这陷入了一个极大的盲点。宏基资讯赚的确实是云端的数位大脑流量财，可是当 AI 真的要降落到物理世界，去帮机场扫地，去智慧餐厅帮你点餐的时候，这个聪明的云端大脑，它需要一具强壮的实体身躯啊。而华汉赚的正是这具边缘硬体的实体身躯，再加上内嵌 AI 小脑的 RAAS， 也就是实体身躯财。这可是非常深的护城河，因为没有地端的硬体去落地执行，云端的 AI 算得再快，终究只是飘在半空中的空中楼阁。这套 Physical AI 策略的精髓就在于，当软体开始定义硬体，每一台在地上的终端设备都变成了收集资料、执行任务的触角，这绝对是华汉短期内无法被轻易拔掉的优势。护城河确实深，但作为严格的财务数据控，我们还是得去戳戳它的供应链极限。很多人会质疑，华汉透过母公司鸿海进行中央采购，这难道不是变相在肥母公司吗？但如果你仔细算算这笔账，你会发现，他们是在可制造性设计阶段就只支撑了鸿海全球庞大溢价规模的红利。你要知道，材料 BOM 成本占了华汉营收高达60%，这代表什么？BOM 成本只要挤出1%的节省，就能1:1完美反映在营业净利率的提升上。这不单单是利润的翻转，更是采购集中、制造分散这种去中化策略的绝佳弹性。算盘打得很精，但跨国治理终究是一场硬仗。华汉增持康创持股跨过30% 门槛触发公开收购后，未来的可转债如果全面稀释，股数将会从 1.49 亿股膨胀到 1.57 亿股。而且，虽然康创在欧洲轨道交通的市占率已经高达 53%， 可以说是绝对的霸主，但他们现在的战略是技术东扩，要硬闯中国跟印度市场。做过政府标案的老板都知道，那种在地化认证的时间成本，往往比你自己关在实验室开发技术还要漫长得多。这当中的地缘政治风险跟时间成本，绝对是投资人必须紧盯的变数。针对股本膨胀，总经理是亲上火线澄清了，承诺只要不增资，就不会稀释现有股东的权益。但我们看财报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账面上那笔庞大的无形资产商誉，它的减损风险依然像个不定时炸弹一样跟在后头。
公司现在画出了一张非常漂亮的高毛利蓝图，预期2027到2029年 AI 带来的新增营收会以10%、15%、25%的节奏一路狂飙。这份承诺能不能如期兑现，这将会是这一场跨国治理与财务赛局最残酷的试金石。各位，你们觉得华汉这具实体 AI 的强壮身躯撑得起它现在这份高昂的估值吗？